很多時候大家的誤會都來自於不清晰的溝通。這個時候不去跟親近人溝通的話，其實反而人家會很難過，因為你把他們推遠了，你不信任，我覺得最終還是回到你是不是真的很在乎這段關係。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寶。嗨，我是鳳凰。我們今天想要聊一個叫做清晰的溝通。為什麼想要聊這個主題？這是你先講，我覺得這題很難呢。如果我們就是進來身心靈之後，常會講說，如果你身上有什麼樣生病的地方，可能就是你有什麼樣的淤結所在。那所以我真的是近1年來看到很多就是一些比較親近的人，尤其是在心輪這邊的疾病就特別多。不管是台灣很好發的女性的一些乳房癌啊，或者是說一些肺癌、肺腺癌等等，而且大部分這一塊好發，除了抽菸的人以外，都好發在女性身上。在我周遭就是這邊生病的人，他們都有一個特質，非常的會忍耐，而且常常不會特別去為自己發聲，那他們通常呢，要麼就是家裡面從小的教育，或者是生活當中有一些讓他沒有辦法發生的存在。那再後來就是他可能覺得我已經活到了某一個歲數，覺得講這些沒有用了。所以我發現這些淤結好像一直在他的生活裡面，然後我就會覺得有時候跟他們在溝通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點可惜。比如說你問他好不好，然後就那樣啊。可是他明明可能才剛去做了一個手術，他明明有很多可以跟你分享的事情，可是他總是會先淡淡說沒有事，所以我就會覺得有一點可惜。很多時候大家的誤會都來自於不清晰的溝通。我有時候會開玩笑，就是說我會通靈，但我不是通這種靈。什麼意思？有些人話就說不清楚，他就想要你猜，有溝沒有通。對，他就覺得你這麼懂我，你一定知道我在想什麼吧？我還真不知道。對我來說，吵架，真正的吵架是只抒發情緒，不討論事情。如果我只是在抒發，在討論事情過程當中有一點點情緒，就先停下來，因為你接下來可能就會往情緒那邊去。我之前有問過我的一位老師，然後他也說，衝突，下面給我衝突，要真的拿槍拿刀過來砍我才叫衝突啊！現在年輕人就害怕衝突，什麼都不講，對，然後就完全沒有溝通，然後就以為這樣子大家可以互相了解，怎麼可能？我覺得清晰的溝通也會牽涉到一個我們常常會在說的，就是你有沒有勇氣去為自己說話？對，然後這個其實也會牽涉到大家最常聽到那個老梗，就是你有沒有愛自己？就是愛自己，就是你有沒有把自己擺在前面，擺在首位。如果你真的把自己的需求，不管是身體的或心理的，你願意把這件事情看作最重要的事的話，你就会為此挺身而出。如果連你都不為自己挺身而出，去溝通、去發聲的話，你怎麼能夠期待誰來幫你呢？我剛好在我的家族裡面，就是處於那個老一輩跟小一輩的中間。然後我最近這幾個月一直處於那個溝通的橋梁，我一直在擔任這個角色，因為我的堂哥堂姐就是跟我同輩的，我跟他們差了有一輪，所以他們的小孩跟我中間，對，跟我比較近，我就會在這個中間，然後幫他們的爸媽去溝通他們的小孩，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辛苦，因為親子之間的問題真的有很多不好說的。我其實也有經歷過，就是跟家人沒有辦法溝通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有一個方法非常好用，寫信。因為當你在書寫的时候，你會同時整理自己，然後它就不會是那麼立即性的一個語言快速的來回，也就是看信的人他也會有一個沉澱的過程。然後我覺得用文字溝通，其實有時候尤其是手寫的文字，它有一個溫度，可能還帶了我一點淚痕。你真的很難過，或者是你在剛剛覺得很不舒服，你隔天睡醒來看到有一個紙條說，我覺得昨天我們可能都太激動了，如果今天有空，我們可以再聊聊。你就會有一種原來其實你在乎我想要表達的事情，只是我們昨天可能沒有機會好好的說。我這樣會想到我18歲的時候的事情，就是你又做了什麼？沒有啦，就是因為我15、16歲的時候，被初戀女友的媽媽踢出櫃子，對，然後
那個時候跟爸媽聊出櫃嘛，那個年代的觀念就是啊，等你18歲，我們去張老師還是去哪裡尋求一些協助啊？你現在喜歡同性，可能也只是一時的啊。就他們當時因為也不了解嘛，然後我就想說，好，我就等。然後我的溝通方法是，我等到我18歲的時候，那個時候台北市政府有出一本宣導的小冊子，叫《認識同志》。然後我就去拿了以後還在上面用熒光筆畫重點，然後畫完重點以後，就這樣放在我的懷裡，直到了18歲生日那一天，我就走進我媽的主臥房，然後放在她的梳妝台上面，當然這樣子，然後我就離開了。我覺得對我那個18歲的我當下，好像是一種。這好像是我能夠盡的一個最大的勇氣去做的某一種溝通了，因為我知道對於這個主題，就是同志這個主題，我還有我的爸媽他們都在學習，我也在學習，對，然後我覺得很難，我不知道怎麼講清楚，然後甚至那個時候都還在爭論，這到底是先天還是後天，就整個社會也都還有沒有可能因為醫療的介入而改變啊？對，或甚至那個时候也會有一些宗教領袖出來說，你只要進來我們宗教，好好信主，你就會可以改變，你就可以出埃及記啊，各種。所以我覺得其實所謂的清晰的溝通，有時候它並不只是用言語，它可以用很多種方式。然後，所以我覺得最終還是回到。你是不是真的很在乎這段關係？然後如果你很在乎這個關係，不僅僅是家人，不僅僅是伴侶，有時候是工作職場上面，你跟老闆，你跟這個工作夥伴之間的關係，如果這個關係對於你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其實真的都很值得你認真的、好好的做一個認真的而且清晰的溝通。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可以表達憤怒。但不要憤怒的表達，這件事情其實需要練習，尤其是我花了很多時間練習這件事情。火象星座的朋友，不是，我其實反而不是憤怒，我很難去不憤怒的表達，是，因為有時候在表達自己的時候，會有一點委屈感，所以我有時候會講到好像哭哭啼啼，我好像很難過，可是其實不是，那只是一個。因為我沒有嘗試過這麼的掏心掏肺，把我真正想要的事情全部攤在你面前，所以我會有一點緊張，有一點害怕，有一點恐懼的那樣子的一個淚水，或者是它會勾起我以前沒有做這件事情而發生了很多 PTSD 的那個委屈會在那裡面，所以我反而最常去練習，就是我如何在表達我的想法的時候，不要帶着哭音。或者是有一點含淚，所以我有時候真的太激動了，我就會跟對方說，我現在有點激動，但是我現在情緒不是跟你有關，你等我一下，我就會去冷靜，想要再回來表達。然後，所以這個清晰的溝通其實是雙向的，他除了溝通對方，也在溝通我自己。那你覺得最難溝通的主題通常是什麼類別？我自己的感覺其實是脆弱的狀態，然後要去求援，或者是把自己暴露出來。其實我需要幫忙，其實我可能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樣。我覺得這個是，尤其像出櫃就是這種主題嘛。對，比如說跟爸媽說，我其實沒有活得符合你們的期待。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或者是說我可能犯了一個錯，好比我不小心欠了賭債，我不曉得怎麼樣跟家人開口，我說我被人家騙了。但是如果這個時候不去跟親近人溝通的話，其實反而人家會很難過，因為你把他們推遠了。你不信任，你不信任你的家人，你不信任你身邊的朋友也好。對，我覺得這其實，因為我有遇過這種狀況，然後我會覺得說，為什麼你沒有跟我說？其實我是很傷心的，我會覺得我不被你信任。對，對我來說，我覺得最難的溝通可能會是，我要告訴你我做不到，我幫不了你。這是我以前一直很難講出來的，因為我就覺得你都來拜託我了然後我要對着我很在乎的人 say no， 這對我來說很困難。然後我就會想盡各種可能的方法去 push 自己成為那個你可以幫助你的人，可是有時候這個過程反而讓我受了很多的傷，所以我現在就會變成說，來我面前的人，我就會真的
做不到，我就要認真的跟他說，我真的此時此刻幫不上你。你現在會選擇把更多的力氣留在自己身上嘛？对吧？对，或是像我剛開始會有幫人家做這個通灵解讀一些相談的那個嘛，現在就不做了，不做。对，我現在也是不做，這是一種選擇。对，向外宣示。对，然後也是一個溝通的過程，而且越這樣做，你就會越覺得，對我真的要照顧好自己，就是我選擇了我的生活要長什麼樣。对，然後我希望怎麼樣被看待。对。其實對你來說，好像拒絕是個很難的題目。對啊，我就是這個你的溝通其實是難以拒絕吧？對，所以我真的是因為經營頻道這樣子太多事情，然後我真的學習拒絕這件事，真的我覺得我在這條道路上有越做越好，長足的進步。對，我覺得我真的有。对，如果看我们頻道很久的呱呱就會知道，我真的有長足的進步。那以前你不敢拒絕的心魔是什麼？就是我以前真的就只覺得周圍的人好我就好，你有發現嗎？我是希望周圍的人好我就好，而不是我好我周圍的人就好，是反過來的。所以我好像就一直把我放在很後面，所以我就會覺得，那為什麼不幫人家？而且我們從小都被教導要幫助別人，施比受更有福。對呀，就是我們要幫助別人，樂於助人。對，好像我不幫助別人，我就是個壞人。這個是你腦補的，這是腦補。我說我小時候的信念就是這樣。OK。我若不幫人，我就是一個壞人，我就是一個自私的人。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可是我就發現我就沒有照顧好我自己，我反而就很累啊，然後很辛苦什麼的。其實我覺得像這個題目就是不一定是我們去幫助誰，而是因為我們幫助自己活得舒服自在嘛，然後反而成為一個原來也可以這樣子照顧自己，人家看到了，他們自己會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就會採用。所以倒不一定是真的要直接的去介入啊，或者是這樣子的去幫助一個人。其實幫助別人的方法有很多，對啊。然後把自己照顧好之後，我真的有更多的餘裕的時候，其實我後來發現我周遭的家人朋友其實也好像慢慢的也都蠻好的。這讓我想到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跟某個朋友在發牢騷，就是說為什麼好多人都跑來跟我倒垃圾，就是都跑來跟我講他們生活中的一些心事，而且都是訴苦啊，聽他們抱怨。我當時我的車位是租在一個就是垃圾回收的一個集散地旁邊。然後就有很多人去那邊倒垃圾回收。OK。然後呢，有一次我真的就被刮傷了，一條很長很長的刮傷，我整個鈑金全部都凹了。然後我就跟那個朋友說，我真的覺得我很衰耶，就是怎麼會就是被刮到？然後我那朋友就說，所以你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哦？他就跟我說，不管是你身邊的朋友都會跟你倒垃圾，或是你就選擇你的車位是租在一個垃圾回收的集散地旁邊，這就是你的選擇啊。你允許這件事情發生嘛？你也做了這樣的選擇。然後那時候就說，所以我原本以為沒有差，但其實我不喜歡哎。然後我也沒有說我不喜歡哎，而且我還去租了這樣的一個車位哎。我覺得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有一個 epiphany， 不是，就是一個頓悟，就覺得所以其實我在無意間其實是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在我的生活裡面的。而且我們常來說什麼做自己啊，做自己啊。你自己到底是什麼？嘿呀，你也沒跟人家講。對啊，然後就說你有沒有讓我做自己啊？你到底長什麼樣子？對，你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你要跟我講啊。對，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在對方面前展露我真正的模樣，我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想要活成什麼樣子的話，那你又怎麼能夠去奢求人家認識你？然後你一直用一種偽裝或者是委屈的狀態去跟別人相處的時候，那你感到受到委屈，也只是剛好而已。然後當你在很自在、很真正的自我的狀態跟對方相處，可對方不愛你、不喜歡你，他離開，那不是也很好嗎？對啊，那表示他就彼此去找到更公平的人，就這樣而已啊。沒錯。但有一個英文又會說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好像我先假裝我可以做到，有時候是一種好像增進自己的自信心的那種狀態嘛。我覺得我可以。完成這個演講，我可以完成這個挑戰，所以我就覺得我好像很強大。但有時候在人際關係當中，如果最後面就覺得我 fake it，但我其實真的還是做不到的時候，我覺得那個難是難在，我原本以為我可以成為你想要的樣子，可是我
這麼努力了好一段時間，我發現還是不行。這個時候的溝通其實才是最難的，因為可能會導致分手啊，或者是沒有辦法再維持這一段關係，不管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際關係。我覺得到了那個 moment， 就是你已經沒有辦法再欺騙你自己，真的，因為我覺得人不可能演一輩子的戲，我沒有辦法永遠 pretend another one。但是這個時候，也許基於你們長久的感情，如果你這時候願意慢慢的溝通你真實想要的，也許不是一次到位，不是一次把100把你要不要，不要就算啦，這樣子不是，而是慢慢跟你說，其實以前啊，你這樣對我，覺得以前我覺得可以，对，可是我現在開始覺得，我不太喜歡，有沒有一種調整的方式？慢慢的，一點一點的，透過清晰的溝通，然後慢慢的，兩個人就可以去找到一個，也許可以繼續前行的一個方式。那如果真的不行，那你也要接受對方跟你 say no， 因為他也在跟你清晰的溝通。因為其實我覺得在這種時候，當你去跟對方坦白的時候，是一种展現很脆弱的时候。可是這個脆弱，我們貌似好像是一個很負向的東西，但其實這個脆弱坦白之後，它可能會帶來創造力，會帶來親密，會帶來很多很誠實的，然後對彼此之間更正向的一個狀態會產生。但是大家通常會在第一步就覺得太困難，或者我不想要展現我的脆弱，所以我就先停住，而那個時候反而就是推遠了，然後你們會更疏離、更分裂，各種。對，我常常都覺得，也許溝通之後我們還是會分離，也許，但我至少要為我們之間做最後一個嘗試，然後我把這個決定權交在對方手上也好，或者是交回我自己手上也好，但我做了這個嘗試之後，我才知道嘛，才知道我們會更靠近，還是真的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对，就放手，這是我給你的溫柔。總之呢，我希望我也鼓勵大家，就是可以慢慢的從生活周遭開始做清晰的溝通。OK，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你也會更了解你自己的樣貌，然後你也會讓別人有機會更認識你。因而你可能會得到更多更真誠的關係，畢竟人生很長，是，我們如果能夠一起舒舒服服、自自在在走下去，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想跟大家分享，我們能夠在生活裡面做更好、清晰的溝通，然後勇敢的去溝通吧。對，然後不要把那些結放在自己心裡面，也許我們可以戰勝這些文明病。人類因為要做的溝通沒有往外去，然後就在裡面變成小劇場內耗。对，所以如果你真的生病了，也不要怪自己。我們也許從慢慢現在開始調整，有時候也許医學的奇蹟就會發生在你身上。這是結尾，真的不要自癒，有可能啊，這是真的。對啊，所以我覺得不論怎麼樣，為自己試着再勇敢一次。好的，然後做一個好好的溝通。祝福你，我們下次見。